轩轩明明已经斗死了安陵容，为啥老了之后还要怀念她？老年的甄嬛听到姐姐二字，为啥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纯儿，反而是害得她失去第一个孩子的安陵容呢？虽然纯儿对甄嬛来说也是个好姐妹，但毕竟她下线的太快，所以在轩轩心里，还是和她斗了大半辈子的安陵容更重。轩轩与陵容、梅姐姐一同入宫，三人相互扶持。虽然后面安陵容黑化做了许多错事，但她依旧和眉庄一样，是甄嬛心中最亲近的姐妹。陵容与甄嬛的分道扬镳取决于她的自卑，她一直就像是一只易经的黄鹂鸟一样，对别人抱有最大的恶意，所以这段三人行就让她十分痛苦。因为梅姐姐与甄嬛是自幼的情分，自然比陵容这个半道朋友更亲密，所以渐渐的安陵容便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。为了融入小团体，她亲自去冷宫逼死了于氏，但想象中的赞赏并没有出现，相反安陵容听到了环梅二人对她的负面评价，所以这也让她在感情中更加敏感，再加上后面的浮光锦、简寝衣等事件的催化，使得她开始由爱生恨，黑化程度暴涨，加入皇后战队。安陵容这一生的目标就是超过甄嬛，即便无法超过也得让轩轩不痛快，所以她往甄嬛心窝里刺了最狠的一刀，害死眉庄。直到死，陵容的那句我原本也以为你是真的对我好，才让甄嬛明白，原来姐妹离心，自己就是始作俑者，是自己对陵容情绪的漠视，才让她走上了这条不归路。所以轩轩心中对陵容还是有愧的，觉得自己当年若是多分给安陵容一些目光，那她是不是就不会黑化，并且人老了之后，对于过去总是带着美好的滤镜，所以老年的甄嬛想起陵容，最先想到的还是她对自己的好。而且轩轩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里，安陵容也是参与者之一。那时的他们还没有开始勾心斗角，许多错误还没有发生，梅姐姐、浣碧、刘珠、果郡王都还好好活着，她还是甄嬛。但那些天真烂漫的年少时光，究竟是像流沙逝于掌间，再也回不来了，所以才让人无限怀念。轩轩老年对安陵容的怀念，还带着一种对自己年少时光的留恋。原著中孙答应和狂徒终成正果，四大爷之三当三被气炸。我说四大爷，你可别太绿了吧。孙答应和狂徒歌宫里颠鸾倒凤就算了，原著里歌宫外还继续颠，这样一对比下来，轩轩和云里、眉庄和温实初是不是都没那么过分了？虽然剧中孙答应只是一个活在台词里的角色，但在原著中他的镜头可不少，甚至还专门描写了他们咋被抓的，以及被如何处置了，就连二人的不伦之恋都顺嘴交代了。原来二人的孽缘始于孙答应还在闺阁之时，人俩那是正经的青梅竹马，所以感情来的也是水到渠成。但架不住孙答应被送去选秀进了宫啊，分离的痛苦逼着狂徒想方设法的得了个紫禁城保安的职位。他俩被抓那天也属实是冤枉，这不是恰好被后宫探头撞到了吗？本来辛巴基只是和静妃娘娘一起散步回宫，但也没想到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黑夜，居然能吃到如此大的瓜。果然有静妃的地方就有私通，俩人冲进去一看，以为的太监宫女没有，正颠鸾倒凤给四大爷戴帽子的宫嫔和侍卫倒是有一对。这种事儿那肯定得通知四大爷啊。所以轩轩发挥自己的作文功底，描述的要多香艳有多香艳。那胖菊一听就绷不住了，尤其是当他听到这孙答应私通的侍卫还不是个玉树临风的帅小伙，相反还是个长得一言难尽、家境普通的市井之徒时，整个人都快发癫了。那是想破脑袋都想不到孙答应究竟看上他啥了。所以胖菊将这归结于这个女人想羞辱自己，说自己连那个猥琐男都比不过，暴怒之下当场下令赐二人五马分尸。但是此刻四大爷生病卧床，下面的人可就开始阳奉阴违了。轩轩纯当胖菊的口谕是在放屁，假传圣旨把孙答应打入冷宫，让侍卫住进了报室，说是要等皇上好了再做定夺，但又禁止下面的人滥用私刑，一直到四大爷病重，就派人悄悄地把二人送出了宫。这要是胖菊知道了，那不得被气活过来啊。还好他嘎得快，要想知道也得是下辈子了。